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李现拍到极光，全网默契装作不认识他。李现又上热搜了，这次不是因为新剧定档，也不是因为红毯造型，而是因为在挪威特罗姆瑟的山顶，一群粉丝和他狭路相逢。然后所有人默契地做了一个动作，集体假装没看见他，不是冷漠，是保护。这种双向不相识的荒诞场面，在内娱简直像科幻片。事情的开头确实是那组北欧极光大片，蓝调时刻的雪山之巅，极光像绿色绸缎在头顶炸开。李现裹着件绿色羽绒服站在雪地里，脸上被冻得红扑扑的。随手一拍就是壁纸级别，网友一边存图一边玩梗。韩商言这是回挪威述职了，去给同年纪明信片了吧？表面看，这就是一个顶流艺人的高质量营业，美则美矣，好像也没什么稀奇。可谁能想到，真正让人破防的是照片背后那一整套去明星化的操作。别的顶流出门是什么阵仗？10个保镖开路，代拍追到电梯口，机场鞠躬都能上3个热搜。李现倒好，素颜、绿袄子，人生第一座雪山，直接就奔北极圈以北去了。更离谱的是被认出来之后，粉丝比他还紧张。有人从他身边经过，目不斜视；有人憋着合影的冲动，硬生生绕开他，只和同行的 Links 拍了一张。直到有个路人捡到他掉的手套，本能脱口而出一句谢谢宪哥。李现自己都愣住了，这层心照不宣的假装不认识才被当场戳破，把彼此都逗笑了。你看，这不是什么饭圈驯化出来的高素质，这是一种罕见的信任。粉丝知道他不营业的时候就是普通人，他也知道粉丝不会真的扑上来把他撕碎。这种松弛的边界感，在恨不得把努力和人设刻在脑门上的内娱，比极光还罕见。这次挪威之行还有个细节，被很多人漏看了，却最戳心。他和 Links 爬到快登顶的时候， Links 突然停下了，对他说：“我就先不跟你过去了，你先自己去吧，你体验一下无人之境。”没有煽情的 BGM，没有兄弟情深的特写镜头，就这么一句话 ，Links 把最后一段路让给了李现，因为那是李现的人生第一座雪山。有些风景只能一个人去接住。后来天气突变，计划被迫更改，李现反而安慰 Links：“ 从明天开始的每一步都是全新的体验，你不要在我这里有负担。”这话如果从别人嘴里说出来，像背稿，但从李现嘴里说出来，你信？因为7年了，从2019年《亲爱的》热爱的爆红至今，他真的是这么过的。这7年里，顶流换了一茬又一茬，塌房名单长的读不完。只有李现，该拍戏拍戏，该徒步徒步，从西藏库拉岗日到新疆再到挪威，像个随机刷新的 NPC。永远一副我只管出发的姿态。他的工作室不需要半夜公关，因为他的黑历史可能就是哪次徒步素颜太糙，或者在哪条街上被偶遇时穿得像个大学生。最让人感慨的是这次他发的 Vlog， 整整55分钟，在短视频把人耐心切成15秒的2025年，一个明星敢发55分钟的无剧本无滤镜长视频，本身就是在和流量规则作对。但几百万观众不仅看完了，还要看2遍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久违的活人感。他不是为了立一个热爱自然的人设才去登山，他是真的在享受冻得脸蛋发疼、喘不上气、计划被打乱的过程。他给周杰伦新歌配文那会儿写道：“就当是平行时空里韩商言寄来的明信片吧。”你看，连玩梗都这么轻，不刻意，不沉重。
他没有把自己活成一个需要24小时维护的精密仪器，反而因此避开了内娱那个最危险的陷阱。人设越完美，崩塌越惨烈。当所有人都在拼命做数据、做形象管理的时候，李现的无为而治反倒成了最坚固的护城河。说到底，这次极光刷屏，大家羡慕的真是极光吗？不是，大家羡慕的是那种去体验就好的确定性。在这个什么都卷、什么都怕被落下的时代，李现站在雪山上说的话，像一剂清醒剂，永远知道这一刻站在这个地方，它会永远存在于我们的生命中。我们隔着屏幕被打动，不是因为它是顶流，而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向往那种随时可以放下手机，出发去追极光的自由。从韩商言到谢之遥，从剧场到雪山，李现最圈粉的角色或许从来不在剧本里，而在他不演戏的时候，他证明了娱乐圈还有一种活法，不用活成商品，也可以被喜欢，不必字字斟酌，也能长红7年。都在说如今明星必须立人设才能保命，可他恰恰反着来，不立人设，反而成了最长红的人设。只是这种路太考验一个人的本心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内娱的明星里，除了李现，还有几个人敢把自己的素颜生活完全摊开给人看？你敢喜欢一个没有标签的偶像吗？